大家好，有一句话说的很有意思：20岁的时候，我们不动脑子，动感觉；30岁的时候，我们不动脑子，动感情；40岁的时候，我们不动脑子，动经验。也就是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绝大多数的时间里都是不动脑子的，而是凭感觉，靠血气，信感情。等到我们年纪大了的时候，还是不动脑子，而是开始靠经验了。这种总结貌似很到位，所以让华为大 boss 任正非在看过之后深有同感，拍案叫绝。跟着在大呼过瘾之后，他总结出6个字给80后、90后们，也就是他在华为的精英同僚们。老实说，这本书同样也是碗货真价实的鸡汤，只是里面掺杂了大量的咖啡因，例如2个字的活该就是这样的咖啡因了。比方说，我在20岁、30岁、40岁这些人生的黄金时间段里，如果都不想动脑子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人生最美20、30，后果就是我一生当中所遇到的所有的难题、麻烦和困扰，都注定是为我度身定做的。因此，在每一场痛苦的背后，都是命中注定的2个字：活该。也就是说，我一辈子不动脑子，就活该一辈子倒霉。这种直击心灵的逻辑和结论，可谓残酷万分，却又真实百倍。2016年，在任正非读完这本叫做《别在动脑子的时候动感情》的书后，直接甩出了一句话，高度概括了这本鸡汤。所以，没有看过这本书的人也不打紧，可以省省脑子，省省精力，省省时间，不用动脑子去阅读这本书了，只要动感情去琢磨透这句话就行了。头脑闲置，筋骨轻。话说，人类始祖在进化的过程中是如何一日之间摇身变成万物之灵的呢？因为历史和科学一道证明了，黑猩猩不仅跟我们人类同属人科，而且更吊诡的是，它们和人类拥有共同的祖先。因为黑猩猩和人类的基因异常的接近，相似度高达 98.5%。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聪明的人类和倒霉的黑猩猩分道扬镳，成为了地球上的主宰者和被主宰者呢？很可惜的是，当代的科学家们对于人类大脑的突然进化一直都没有确凿的答案。早期的理论认为，是因为人类直立行走解放了双手，所以让手眼的协调和工具的制造促进了大脑的发育。然并卵的是，没有高智商加持的人类的亲戚黑猩猩，可是拥有灵活的4只手，而不是4只脚。它们足部的灵活程度堪比人类的双手，所以直立行走让人类始祖解放了双手，跟着便促进了大脑发育的这种进化论猜想，实在是不攻自破，站不住脚。直到鬓白世皆改。这种猜想其实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讨论一样，都成了人类注定无解的猜想之一。有意思的是，于是有些异想天开的科学家们提出了更逆天、更有趣的假设，那就是蘑菇论。也就是说，人类的始祖在上古时代的某一个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里吃了一种正确的蘑菇，而其中致幻的成分在某种程度上打通了人类大脑的任督两脉，把视觉、听觉、嗅觉、触觉与记忆系统有效地连为了一体，最终促进了大脑的发育，导致了人类始祖智商的终极开化。这种猜想无疑是更加的烧脑好玩，但是却又能反证出人类创意的无穷无尽，恰恰就是大自然母亲对我们的格外恩宠与厚爱。唯见东流春水平，事实无数次证明，人类大脑的潜能是奇妙的、海量的、无限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停止思考。一台再尖端的机器，
放久了也是废铜烂铁。一个再聪明的大脑，闲置了也会生锈迟钝。于是，一辈子都没让自己脑子休息过的任正非，在看完《别在该动脑子的时候动感情》的这本书后，动情地说：“我得出唯一结论就是动自己的脑子。从那以后，我才学会了要用自己脑子想问题。现在我的信念是因为我想问题而产生的。我之所以在批评80后提到你们都觉得迷茫，原因在于你们没有动自己的脑子想自己的问题，而是听别人人云亦云。人生最美20-30，头脑闲置筋骨轻。待到鬓白世皆改，唯见东流春水平。”在中国科技一哥的眼里，动自己的脑子这6个字就是这本鸡汤的高度淬炼和总结。这和他的企业理念和指导思想高度的吻合。在任正非折腾了大半辈子的人生里，经历了无数的高峰和低谷、挫折与惶恐，大华为却依旧在各种的风口浪尖之中屹立不倒。这恰恰证明了任正非的脑子真的是从来就没有停过。有意思的是，在2016年，当任正非广而告之他这句6字感言的读后感，并鼓励和号召年轻人一定要多动脑子之后，就很快迎来了史上最大的封杀和挑战。最后，我想顺便提一下的是，有对比就有伤害。现在连全中国最大规模的高智商群体都在比我们更努力的奔跑，比我们更努力的拼脑，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投闲置散，不去好好的善待、启动和利用自己那颗潜藏无限能量的大脑呢？